嗨，我是老板。上次我们拍了一集女生无法拒绝的诱惑，可以点这边看。然后很多网友就留言跟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的案例，就是包含饭局妹啊，或者是有些人下海的故事啊。然后很多人就说，男人好像有钱就会变坏，但是女人变坏就会有钱齁。是真的吗？网友踊跃的留言提供了很多警示的案例，我们来聊一下吧。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好，我们今天抓了几个点，都是整理网友的留言所提出来的结论。一个是饭局妹其实只是一个入门，因为其实上一集也有讲到说，其实饭局妹是一个入门，让你踏入另外一个圈子里，然后你可能会从哎呀吃个饭又不会死，然后变成哎呀其实摸一下也不会死，最后又变成是睡一下好像也不会死。哎呦，你的道德底线会慢慢的后退，然后就跟你去碰那个赌或是毒是一样的，都是从一点点其实不会怎么样开始的，然后刚开始觉得不会怎么样，可是最后都会高估自己的自制能力。那有网友就留言跟我们提醒哦，而且很多饭局妹或是伴游啊，其实很容易去到一些不好的场合，因为你饭局敲在哪里你就得去啊，你又没办法挑场子。对，好，那些场子如果现场有人在碰毒呢，那你是不是很容易会跟着碰？或者是就被下药？被强迫吗？他就把你放在你酒里面，你也不知道啊，那你就不小心吃到啦。好啊，万一临检怎样啊，你不是就有罪了？或者是人家故意逼你啊、灌你啊，或是喂你啊，或是你喝懵的时候就说哎呀吃一点没关系啊什么，你就会接触到不好的圈子跟场子跟东西就来了嘛。他说，所以不要觉得去赚个几千块，你就很容易去到有这种东西的场子去，那你就有很多诱惑或机会把你推往其他的方面去了。好，那他说这些都是高收入之下的高风险。你以为一个晚上可以赚5、6千这么好赚是为什么？你有这些高风险，你不能挑这些场合，你连客人也不能挑啊，对不对？所以经常不是只有吃饭那么单纯。你去陪唱歌，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包厢里面干嘛？对啊，对。还有人提醒哦，就算你自制力很好，如果每次你都只接吃饭，然后你都不碰这些，或者是叫你再做钱多一点的事情，你也都不做，那以后他们也不会再找你了。你以为他一直让你赚饭局的钱？饭局只是他们的一个入门，然后希望你后面就会越来越轮上。如果你的自制力超好，你真的只来吃饭，然后就闪人，那他以后也不会再找你了。因为他发现你身上没有可以卡嘛，对不对？你没有其他的东西让我们赚嘛，你就是这么怎样出淤泥而不染，那我们就不敲你了。对，所以他说不要真的以为可以一直靠吃饭赚钱啦，那就是一个入门而已。这个观念大家就要了解一下。如果你有意碰这个东西，我希望你知道多一点，而不要真的觉得我真的可以就是每个月去多赚个几万块，我真的不碰，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第二点，只做一下子存够钱就走，真的有办法只做个一下子吗？或者是半年、1年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我只是要存出国留学的钱，还是我只是要还学贷？我真的存够钱我就会走。好，有网友就说了，他就有个朋友哦，他去做酒店是因为存钱比较快，然后1个月有8、9万跑不掉，然后他存到钱了一笔钱呢，他就要出国念书，他是为了出国念书而要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念完再回台湾好好找工作。他说10年后他根本就还在做，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啊。当初就是明明说他要去念书才去的，可是他说我都出社会多久，他还在那，他大学根本就没去念啊。然后也有人说是想要存创业基金，才先去酒店打工赚钱，最后也根本没去创业啊，就一直做下去了啊。所以其实要离开好像没那么容易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为什么？你原本是怀抱着梦想，我存一笔钱我就走，你只是把这个当捷径而已。感觉是做太轻松，然后钱太好赚，然后都是会懒得出去打拼。就是如果我赚这么多，我还去创业干嘛？对啊，因为创业可能不会那么好赚，而且你几百万可能创业的那个资金就先打出去，然后就先烧了。对，还有就是什么？胃口被养大吗？对，因为你的消费也很高，你也回不去很勤俭的消费。对，如果你1个月要花4、5万，你断不掉10几万的收入。对，因为你的生活品质已经是要花4、5万才堆叠得出来的东西。你租的房子可能是3万块的房子，哇，你哪有办法现在停掉它？叫你回去住5000块的小套房，你可能受不了了。当你发现你去念大学，念完之后出来，如果薪水还是3、5万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我现在如果10几万，我干嘛还要出国念书啊？对，我出国念书是为了我以后可以赚钱。然后我现在赚这10几万，要去出国念书回来赚5万，他是不是会觉得突然这个逻辑不对？对，所以他就会发现，那我就一直做这个，好像才是最好赚的。然后创业也不一定会成功，失败的风险也可能很高。最后总结都是觉得还是做这个比较好赚。然后你的价值观是不是就被改变了？对，然后你就回不去了。所以有时候不要天真的以为说我存到钱我就走，不可能，很难。那还有网友分享说，其实从你一进那个圈子啊，
酒店或酒店的经纪人就会开始误导你，让你的价值观崩坏，不会轻易的让你在这边赚到钱，然后就闪人呐。哎呦喂，他说你当这些干部、当这些经纪人是怎样失速的？好可怕哦！对啊，每个人都这样子来赚个1-2年，存到几百万走人。赚什么？对啊，他说怎么可能让你这么爽啊？对啊，第一个你可能开始乱花钱，大手大脚的，不然他就是用毒品或酒精控制你，染上这些恶习，其实你根本离不开。对，因为如果你对毒有瘾，其实你也不会想要去念书找工作的啦。你变成必须是在让你比较轻松可以得到这些东西跟供应的这个供应链里面生活的。你一离开那圈，你去哪拿？然后你也没有那个收入可以支付这些高消费的东西，所以很容易就被控制了。然后他们也很希望你的价值观就是一路的毁掉，你就会在这里付出，因为你就是他们的员工啊，他要剥削你啊，对啊，所以他不希望你真的是很清醒的做了个2年就闪人的啦，所以大部分人都很难再回到原本朝9晚5的上班族生活咯。那又有人提醒第3点，做这个不会真的不被知道啦，不要天真了，最后大家都嘛知道。有一种是本来是单纯的上班族，然后他尝试过后开始一直请假，一直出国，然后都说是陪男友或者是出国找朋友，可是他的消费能力远远超过他的薪资，其实大家就会心知肚明，就是他可能有在做一些怪怪的东西。不然你的薪水大家都一样3-4万，为什么你动不动就买这个买那个，然后都出国玩？啊，你男友都不用上班，你男友每个月都在出国玩，然后一出国都很久，然后一直疯狂买很贵的礼物给你，你男友是谁啊？你也没有人认识，这个都怪怪的嘛。就只有很单纯的同事会觉得他男友好好哦，他要出国，这种价值观很容易就影响到其他的同事，会觉得说，那我上班那么辛苦干嘛？你看人家交个男友，班都不用上的，然后又确实过得那么好。可是他们可能就没有想到说啊，他其实是辞职去做伴游的，他当然要跟你说是男朋友啊，他要跟你说还是你要不要一起吗？一起，他有可能他有抽的时候他会，老鼠会下线。我还有看到，就是有网友留言说，他看过有朋友是做了很久，然后后面就从良嫁人了，然后就好死不死，老公的朋友是他以前的客人，超尴尬，这太尴尬了，他超尴尬，到底要不要讲？他就说真的没有不被知道的，就是遇过那么多男人，总是如果他做很久的话，他客人不少，会不会就是事件小会遇到？就是可能会遇到他是老公的朋友，对啊，共同朋友什么之类的，还是他是公公。惨了，要不要跟婆婆讲？没有，跟你讲，公公比较不怕，因为我们就成为恐怖平衡。你敢讲，我就跟你老婆讲，不要跟我先生讲，这个还比较没事，对不对？对，因为你们形成一个恐怖的拉锯战嘛。来啊，跨向行动哦，跨向看谁毁掉谁哦。好，可是如果是老公的朋友，这种就完蛋了。巨尴尬，超尴尬，你可能会每天提心吊胆，他什么时候会跟你老公讲？超可怕。有些人其实就是婚姻可能因此破裂，你从良了，结果往事追着你跑，往事不是轻易你可以说丢就丢啊。然后有些人是可能交友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同步在做这个，可是他同步有一天他也是希望离开那里，所以他有在交男朋友，可是他可能在交往的时候就发现很困难，因为你要瞒着他，然后不能让他知道，然后又很怕遇到他的朋友什么的。有时候在交友跟择偶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困难重重，很有可能就会觉得算了，我这样没办法从良了啦，对，然后就干脆算了，做一辈子酒店了，因为我洗不白啊，每次交到一个朋友就被戳破啊，遇到谁他又认识谁，算了，心灰意冷就觉得我就做这个啊，也不用想，哇。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哟。第4点是我们看到一大堆的男生都留言说，女生真爽，赚钱真容易，好好哦，我们男生都没有这种机会。超多这种留言，我觉得男生并没有换位思考，你只用赚钱的角度来看说女生赚钱真容易啊，你怎么都没有看到影片里面一开始就说这些都是诱惑，这些都是会让你价值观崩坏，然后没有办法回头的东西。也就是说，年轻的男女出社会之后，女生是比男生更容易受到这些诱惑跟接触到不好的东西的，所以女生的人生更容易被毁灭的。你怎么会觉得这是好事呢？对，更多陷阱。对，就是女生很容易走歪，可是男生可能你想走歪还不一定遇得到。对，可是女生却很容易就坏掉，她的人生就毁掉了啊！你怎么会觉得女生很爽呢？你不是应该觉得你们要遇到的事情，好像对比起男生，你们会有更多的诱惑跟不好的事情主动找上门。如果今天是你的女儿出社会要去面对这个，你还会觉得你看女生很爽，赚钱的机会很多。会吗？会。对啊，所以男生有点同理心想一下。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是这些女生自己要赚快钱的，自己要被诱惑的，你也可以不要啊，对不对？好，但是年轻人嘛，有时候涉世未深啊，有时候就是缺钱啊，或者容易被快钱吸引啊，甚至他是被骗啊。女体很容易被当作一种工具拿来贩售，然后很容易被物化。
好，成为一种赚钱的商品。所以我建议女生，你自己的道德标准一定要比男生更高，你的自制能力也要比男生更高，因为会受到诱惑的是你，会毁掉人生的是你，不是他。男生可能就只是觉得要有钱赚，我干嘛不赚？可是他可以接受自己的女友、老婆有赚过这钱吗？通通都嘛不行。他讲赚钱的时候可以啊，都可以啊，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错啊？那他老婆可不可以？不行。所以女生自己的道德标准要高，自制能力要高，你的价值观要比男生更正确，你才能抵挡这些诱惑，你才能走上正途，你也才能跟走上正途的这些男生公平的竞争。你走歪了，你就坏掉了。好，所以这一集看到最后又是劝世文，对，所以希望这2集看下来，大家会坚定自信，真的还是不要受到某些诱惑，因为有时候是你一生没有办法再拉回来的哟。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